有请节目主持人张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一起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宏严老师，欢迎；涂老师，欢迎。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4位老师的人生智慧吧，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刚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她是一个特别温柔、特别体贴的女孩，但是结婚时间长了之后，她变得越来越多疑，有时候还看我的手机，只要发现有异性给我发信息，她马上就对我大吼大叫。结婚这么多年了，然后他还一直和他的前女友有联系，而且有时候还是当着我的面聊微信，聊得很开心。在生活中，我觉得他对我也不够关心，对我的话也不够重视。这次来参加这个节目，我希望老师们能帮我劝他，让他改改脾气，改改性格。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如何做一个好老公。如果他给不了我答复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再考虑一下这段婚姻了。来，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彭先生29岁，来自江西，活动主持；女嘉宾赖女士26岁，来自江西，美甲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当初怎么认识的呀？以前在学校嘛，就开始玩那个贴吧然后是偶然在贴吧里看到他的帖子，然后有回复他和我之前同学也是朋友关系嘛，然后就这样认识了。好像对他不太放心，是这意思吧？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嘛，我们是异地恋，然后有一回我就休假1周，我去看他，然后我在那里待了3天就走了因为每天晚上呢，一过12点就有各种各样的人呐，男的女的，就给他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然后他接完就是明天再说吧，我现在在睡觉，明天再说。这是在你们恋爱期间还是婚后呢？恋爱期间。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的工作是在酒吧驻唱，那我的生活习惯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的嘛。那我的朋友圈还有身边那些人呢，都习惯了晚上给我打电话。当时他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就回家了。我知道他也生气了。后来暑假的时候，我就回去陪陪他。后来这个事儿过了之后，又闹起来了。为啥事儿闹呢？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和好了吗？然后他和他的朋友，我和我的闺蜜，我们约着一起去那个安徽玩。然后在玩的期间，我就待在房间，他去隔壁找他朋友打牌了。他手机放在我那充电，就突然弹出来一个短信：“老公，我想你了。”然后我也没说啥，我就拿手机给他，我说：“哎，你看，你老婆给你发了条信息，你要不要回一下？”这个事业闹得挺不开心的，当时就直接就开车，然后回家了。那确实是一个前女友。我当时就给他打电话回过去了，当着他的面，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我说我现在有女朋友了，你也知道的，你为什么还要打扰我的生活？那个女孩就是因为那天心情不好，喝多了，然后胡乱发了个短信，她就因为这样的事情，然后又闹得很不愉快。我们本来那天很多人一块儿准备去玩的，然后她就不去了，直接耍性子要回来。后来这事儿又怎么抹平的呢？我们2个谈了一次嘛，然后他也有哄我，然后这样就和好了。然后到后来的时候，我们在结束异地恋嘛，他也离开了他之前的那个圈子，顺风顺水的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觉得2个人年纪感情也差不多，然后就结婚了。等于说他到了你的身边了，你觉得相对安全和踏实了，是这意思吗？婚后怎么样？婚后也有类似的事发生。就有一回快过年了。他有一天突然给我说接一个朋友，去看一下他们家老人。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呢，就带回来2个女孩，然后接上我和他爸妈一起去他外婆家。到那里之后呢，还是我婆婆就说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大度一点不应该生气。然后我就突然反应过来，好像这个女孩子可能是他的前女友当时我就去问他了嘛，他也没否认，我也很生气，我就坐在那里生气，我也没说啥。还是在那里吃完了饭再回的家。然后经过这个事，我就感觉他这个人好像就是对我不太尊重，不太诚实。没他说的那么夸张，其实真的就只是一个朋友。那我们是10年前就认识的，那当时才10几岁，哪懂什么？就好像说是说初恋，其实
就完全小孩子不懂事那时候谈的。而且他那次不是说特意看我家人或怎么样，他是去参加我们一个共同朋友的婚礼，顺便去看一下老人家。我感觉这是人之常情啊。而且他们已经也有10年没见了，我外公外婆年纪又那么大了，看一眼也不为过啊。你可以让那个女孩子一个人去，为什么要你鞍前马后的带着她，还给她拎着东西一起上门去呢？那不叫鞍前马后，这最起码的地主之谊啊。所以刚才的这一段夫妻之间聊的这个往事，大概我们能得出2个印象来。第一个印象就是，丈夫在结婚之前有一些情感经历，对吧？而且在这个情感经历，可能还有一些妻子认为所谓藕断丝连的东西在。对于女生来说呢，大概这个就变成了你们婚前和婚后生活的一个巨大的困扰。那这一部分，我想我们就先放在这儿了。我更关心的是说，在婚后的时间里，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他对你好不好？我觉得他对我还是不够关心、不够尊重的，对我也不够诚实。比如我们2个人啊，过节日，我说今天我们2个要不出去逛一下街，他就不太想去，我就要求他很久，我说你陪我去一下，然后到了地方，他就会说，哎，我去停下车，顺便抽个烟，你自己先去逛吧。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嘛，逛着逛着，怎么20分钟了还不来？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来不来？他就说我不来了，你自己逛吧。然后平常他一回到家就很舒服的躺在沙发上打游戏嘛，宁愿和那些游戏里的小姐姐聊得火热，也不带我。他说话永远这么夸张，哎呀，我这个人属于比较宅的，比较顾家的。那我为了他，我放弃以前比较好的工作啊，我跟他一起生活。我平常除了工作之外，我基本上都是待在家里。不是你待在家里干嘛？玩游戏啊。打游戏啊。那你不叫待在家里啊？那你这跟去网吧没有任何区别啊。那不是这么说，我会陪他呀。你像刚开始你都陪手机了，你都没陪我。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你沟通的时候，你不好好跟我说话呀，你天天气我。问一下啊，当时你为什么娶她呢？她以前很温柔的，很漂亮的，说话都是那种轻声细语、小鸟依人的。我现在完全就是大鹏展翅了，一天到晚。婚后的生活，女方认为男生呢对女方不是特别的关心，对，很漠视，还提到了一个不尊重，就是他老是半夜偷看我手机。不是偷看的，因为我是晚上，有时候我的手机。那你没经过我同意就是偷看。你不也经常偷看我？我没看过你手机，是你自己给我看的。我们不在看和偷看这个名词之间，我们来做文字游戏啊。我只想问一件事儿，你也不放心你妻子啊？我放心她，她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她有时候说话呀都比较直。而且那天我看完全是因为意外，因为我手机没有流量了，我用她的手机看看电视剧，那突然大半夜的，一个男的给她发个信息，然后我打开一看。我回来了，我去接你，我们去吃饭。虽然我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但是他不会处理这些暧昧关系，然后我就会告诉他嘛。但是在告诉他的时候呢，他就我偏不。那只是一个就是很久没见的朋友从外地回来。再说了，人家也不是叫我一个人去吃饭，他事后还给我打电话。说昨天一桌的人就我没去。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他其实也挺担心你的哈。那我想知道，就是在婚后，你觉得他变了吗？变了一点。哪一点变了呢？他最近有一回给我看他的手机嘛，他的手机那些信息就是除了就是群发的，工作信息，干净的连一个女性朋友都没有。我觉得他这个聊天记录可能就是删过的。你看我有也不行，没有也不行，你要我怎么样嘛？想问一下，就是你认为你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现在到底在哪儿啊？就是他在生活中对我不够关心，也不够尊重我。还有啊，就我们来之前半个月，在饭桌上和长辈一起吃饭，那天他就是一直在频繁玩手机，我就探头看一眼，你在干什么？然后他就把手机说了一下，我看到了，那个微信是这样子的，你以前为什么不喜欢我？如果你和他离婚，你会考虑我吗？然后我当场给他手机拿过来，我说，呵呵，离婚了我也不会考虑你。他还非得纠结这个，那个就是一个朋友，他当时感情遇到了挫折嘛，受挫了，然后他给我发个信息，他就问我，他问的是你们为什么都不喜欢我？当时可能失恋了或者怎么样啊？
然后我就想，因为那个女孩她之前在我困难的时候也帮助过我嘛，那现在我安慰她一下也很正常。她平常在生活中啊，就我们2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一般都是非要玩手机玩到睡着才会睡，自然睡放下手机那是不可能的。我看她睡着嘛，手机亮着，对睡眠也不太好，我就给她把手机抽走。我每次一抽的时候，她就会一抖看我一眼。然后再看一眼手机，关掉，塞到枕头底下，接着睡觉。他这个就是夸张，我手机随时都可以给他看的，非得趁我睡着了从我手里抽走，那人自然反应肯定是会比较。我这么问一句啊，作为他的妻子，你觉得他娶了你之后，他心定下来了吗？我感觉没有。你觉得这个婚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就是太多疑了，想的太多了。你看。我都为了你把以前的圈子呀，还有那些朋友、工作什么都放下了，就一心一意就跟你在一起了，你何必再因为这些事情总去跟我纠结呢？你这么棒一个人娶了她，还有点亏，是这意思吧？没有。听说男生是想急于要娃了，对吧？对，因为我都快30岁了，女生是不想要，对吗？两位今天想到这个节目达成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就是看看老师们能不能跟他说一说，劝劝他，让他改改脾气，改改性格，一起好好的把以后的生活过下去。女生的期待是什么？我就希望他回家了，能不能就不要老是打游戏，逛街的时候也陪着我，比如说做家务也给我适当分担一点。所以女性要的更多的是感觉上的东西，这个感觉叫你能不能让我觉得你是踏踏实实的跟我在一起生活，是吧？对。好了，那我们来看看老师们会如何帮助这对夫妻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你是全天下最无辜的人。哎呦，他们要联系我呀！哎呦，他非要管我叫老公啊！哎呦，那个时候他心情不好，哎呦，他失恋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又不是我主动联系的，你好无辜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说了一句非常让我觉得刺耳的话。为了你，我都放弃了我以前的生活了。拜托，她是你老婆。我告诉你啊，男人的幸福来自于控制自己的欲望。当你在人生还比较顺利的时候，你如果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那没有什么关系，顶多失去一个家庭，失去一个爱你的女人。但是当你遇到了人生的低谷期的时候，如果你玩弄自己的家庭，你人生将一无所有。接下来说女孩的几个问题。你知道她为什么一直跟这些前女友断不干净吗？不知道。因为你骄纵啊，直接发信息叫老公，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级别！你还没有跟他分开，还继续选择跟他走进婚姻，那他就拿住了你这个弱点。而且再来说他车上拉女孩的那件事儿，他车上坐了2个姑娘，你上车前都不问一下是谁吗？还需要婆婆来告诉你说宽你的心，咱们这种事儿就过去吧，大度一点。你这是太不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当你自己都不把自己放在妻子的这个位置上，你让他怎么把你放在妻子这个角色上？正常的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车上坐了2个女人，我都不认识，你都没跟我打招呼，这俩女人是谁呀？你不得跟我说清楚啊？你还跟着他到了他的外婆家，所以呀，你自找的呀。所以我觉得女生就一定要真的好好考虑你要的是什么样，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好，谢谢珊娜老师。基于这些种种的表现，你在他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当然他不会尊重你，因为你做了很多无原则的这种妥协，使他觉得，哎，你很好糊弄啊，我只要跟你说说话，跟你解释，然后所有的风波都可以过去。很难想象，当一个女性看到自己的男朋友收到了一个异性的短信说老公我想你，居然你很镇定的把手机递给他说有你的短信，虽然你表面强作镇定，但内心你一定是崩溃的。为什么不把这种原则性树立起来，情绪表达清楚了？这样的男人内心很空虚，这才是有所有的这种暧昧的事情出来。但他为什么要选择你呢？他很胆小，他知道外面的花花世界没有他的安身之所，只有一个够包容、
没有原则的女人，她才可能说每天有个家。如果她把你定义为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她怎么可能尊重你？考虑清楚能不能跟她走下去。你要考虑清楚能否把你的空虚的心收回来，把你的心专注在对方身上。不能的话，分手最好。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听你们二位的讲述，特别不像一对夫妻，就好像过家家一样。男人反正每天也不太在乎这个女人，打打游戏，和前任聊聊天。女生好像对生活充满了抱怨，没有任何方向和规划。你们的生活完完全全不像是一个婚姻生活。健康的、正常、有序的婚姻生活，是我们共同有目标，共同有规划，共同承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丈夫应该在家里边履行的责任是，我和我的妻子共同去把生活打磨好。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有非常美好的期待和有目前的执行能力，而你们的生活就一潭死水一样。所以男生，我觉得婚姻带给你的这种幸福感，在你这里我一点都感受不到。你无非是找了一个下班能回到家，有人给你做顿饭，想说话的时候说说话，不说话的时候知道旁边有个人，而不像是有一个爱人。你完全不是一个在付出感情的状态。而女生，我觉得你把这段感情也当成了一个似乎不抱有希望的状态，所以全部都是抱怨。如果婚姻真的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既然两人都觉得食之无味，也不要弃之可惜了。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我们尊重婚姻、尊重情感、尊重彼此，还想继续努力一下，我倒是有个建议，去做非常详细的书面的规划。男人，我今年要做什么？为这个家庭付出什么？我是要攒多少钱？我是要为家里添置什么？我是要为老婆做什么？1、2、3列下来，列一张纸。女人一样，列计划。我这1年我要把自己如何提升？我要让自己对这个家庭付出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能达到60%以上完成了这个计划，那我们的婚姻还可以试一试。如果真的不行，也不要勉强让这么年轻的青春就耗在这样一滩死水的婚姻上，好吗？希望你们都能拥有快乐，谢谢。好，谢谢严老师。哎，你心目当中最完美的妻子形象是她这样的吗？是。你没说老实话。你一定有从她身上得不到的，你才会跟别人去暧昧。你把婚姻当成了一个养老院。我在外面累了，回来有口热饭吃。我在外面犯了错了，回家以后他能够百般的原谅我。我老了之后，他还能够照顾我。你知道你在那些经常跟你保持暧昧的那些前任的眼里，你是什么人吗？有些男人可能会沾沾自喜地认为，你看我左右逢源，但事实上，当你在一种已婚的状态，你的前任或者是你的一些异性朋友还要跟你保持暧昧的话语的时候，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你就是那个不干净的人。你还有什么好沾沾自喜的？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很大一部分的女生犯了跟你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当她认为你是一个我把自由施舍给你的角色，于是你也接受了这样的角色。当别人发微信给她说老公你还喜不喜欢我是吧，你说你直接给他回了呵呵，就是即便不结婚也不会找你。这话如果是他心甘情愿的发出去，那是他的自省，所以你也接受了，是我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自由施舍给了我，谢谢你选择了我，谢谢你还愿意回家，你在处处说谢谢，而每一句谢谢的背后，其实你都接受了被施舍。他不是心甘情愿的放下自由，它是一种施舍。而对于你来说，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就是不愿意跟你怀孩子。你不愿意要孩子，但是他特别愿意要孩子，恰恰反映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根本不清楚你们之间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才会堂而皇之的还提出要孩子，而你心里在想，连安全感都没有，还谈什么孩子呢？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
更多的在于你自己到底想清楚，你到底还是蠢蠢欲动，还是愿意安下心来。所以女生第一要做的是，目前不能怀孩子。第二，不要去强迫她，让她自己想明白。她要是真的愿意安心的回到这个家，真真实实的认清了婚姻不是养老院，婚姻是自己一心一意希望的一个家，在那个时候你再做出你的判断。说实话，你们之间的问题挺严重，好自为之。人生的底线决定了人生的高度，婚姻的底线决定了婚姻幸福的水准。在这样一个时代，大概诱惑会很多，坚守和自律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修行的课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夫妻之间怎么样相携去完成，对于人生的一个修行。因为克己和自律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那么在一个婚姻有没有一种共同的努力方向上，我希望你们能找到那个方向。老婆，虽然我以前有过那么多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但是自从跟你结婚之后，我真的是一心一意只想跟你好好在一起。我真的特别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好好走下去。我希望我以后所有的幸福，所有的一切都有你的参与。你现在说的这些，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去相信，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这些话，然后现在你说的这些，我考虑一下吧。所有的事情我说过的，我一定会做到的，我会去改正的，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们一起好好的把生活过下去，好吗？来，请亮灯。我插一句啊，就为什么每一次在舞台上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男生说我已经愿意为你改了，其实我已经没有那么多花边新闻了。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相信我？而女生的确就是不相信，是因为男人可能是有一个概念上的错误。你可能认为我把微信删了，然后我每天定时回家，我认为这样做你总该安静。但其实在女人看来，你是变得沉寂了，但这种沉寂是死气沉沉，你是回家了，你回家了之后是无所事事，你不是生趣盎然，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除非是说如果你是真心愿意陪他，真心愿意回家，那你回家之后是热爱生活，那种状态是不一样。女人要的是这个，而不是只是你回家而已。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他才会老翻着你以前的那些事不放。如果你要真心愿意回家，你就回家带点笑脸，你回家干点活，别老躺在那玩游戏。你是乐于投入在这个家庭和生活当中的，明不明白？好，谢谢涂老师。好了，两位打开你们爱情的记忆箱。哦，锤子啊！来。然后你放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比如说，我看到朋友圈有一些东西我比较想要，或者我淘宝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东西我自己想要，他就会习惯性接一句啊，你要个锤子，然后我想让他自己也感受一下，要个锤子是什么样的感受。他其实送的是一种攻击性的方式，只是做个提醒，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你送的是什么？是一枚戒指。因为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他也一直跟我说过，他想要一场浪漫的求婚。因为我也是一个婚礼主持，我见证了很多人的浪漫和幸福，却始终没有给过他一场浪漫的求婚。所以说我今天想借这个舞台给他求一次婚。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来，我们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只知道你是爱，不然你不会觉得快，发现你在将爱一点点烧进来。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我们的花童，请回。来，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
我最深爱的女人，你有最美丽的嘴唇，拥有最动人的眼神。亮灯吧啊！来，送给你们，谢谢两位，请回吧。中国人有老话叫君子和而不同。其实，在一段婚姻当中，夫妻之间应该是和而不同，在不同的婚姻当中，也应该是和而不同。和是都要幸福，不同是没有统一的模式，只有自己舒服的状态。好了，我们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吧。我们每次遇到问题闹矛盾的时候，总是我在吵，他在沉默，到最后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让我感觉他根本不在乎我，心越来越累。我们之间存在很多分歧，消费观也完全不一样，每次说他都会不耐烦，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沟通。关于未来，他也是不确定，总是含糊其辞，既让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我就希望他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有这么难吗？他见过我的父母，而我却一次都没有见过他的家人，对他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就想知道他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唐，24岁，来自四川，投资顾问；女嘉宾小程，24岁，来自四川，主播。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刚才这个小片当中大概看了，双方提出了2大类问题。第一类问题就是关于现在，第二类问题是关于未来，对不对？对，就未来不确定，所以我们先从现实问题开始聊起，好不好？什么情况下他会冷暴力？你如何冷暴力？每次跟我吵架的时候，他都会，我在吵，他在沉默，他就不搭理我。啊。然后我觉得他也不是很关心我。有一次是周五的样子，我下午的时候就有点不舒服了，我就给他发微信说，我感觉我有点发烧了，然后他就说，吃点药呀，然后等我下班回来，我就说好的，然后到8点钟以后，我给他发微信，他就不回了，一直到12点钟他才回家。那次是确实加班，然后到了晚上9点的时候，手机就没电了，然后我就没办法联系他。公司一个朋友嘛，就过来说我们一块儿出去坐一坐，坐一会儿就忘了这个事情了。结果回过你忘了我在发烧了。当时我不知道你发烧了。我给你说我发烧了呀。你给我说了一句你有点不太舒服，当时我就说那你先吃点药吧。其实这在我眼里不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对呀，是我生病嘛，又不是你生病。行，这是第一件事啊，我生病了，你漠不关心，对吧？然后还有一次也是，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那天下午他兄弟结婚，他说他去帮忙，3点钟就去了，到9点的时候我才给他发的微信，然后他就不回，到12点的时候我一直联系不上他人，结果最终呢还不是在网吧打游戏。那次事情就是下午我不是去帮忙嘛，忙到晚上可能8、9点，刚好我打算拿起手机来给他发一条微信的时候，那把游戏开始了。当时打嘛，打到后面回过神来以后，发现已经很晚了，给他打电话过去，然后他直接把我拉黑了。而且后面我在你家楼下站了2个多小时。然后你门也没给我开，然后你就一直让我在那站着。那我不是那么冷出去找了你这么久啊，我觉得委屈啊。不，这2件事我倒觉得不是说他冷暴力，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就是他挺喜欢玩游戏的。对，但是女生心里就要比较了。我们就会因为这个事吵，我就会吵，我吵了他就沉默。对，还有别的事儿吗？年轻吗？我们贪玩吗？还有就是他公司有一个女同事跟我们住在一个小区，他就拿奖金了要请他吃饭，过生日了也要请他吃饭。我反正不是特别舒服。因为他在我们公司算是比较优秀的，都是一个小组的，大家一块儿去吃个饭。然后当时我还是征求了他的意见的，然后他就给我整一句你想去你就去呗。然后当时我就知道他生气了，我回去以后跟他说话他就不理我，然后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吧，我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那我索性就不跟你聊天了吧。然后我们俩因为那件事情就僵持了很久。那天星期五中午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了，晚上有聚餐吗？你们团建吗？你说没有，回来陪我。然后你后面又发短信的发消息说，说他要请你吃饭，他发奖金了。你不是都已经答应好我了吗？你如果不想去的话，你为什么要问我呢？但我不是没有去吗？哎呀，这天哪！你靠想象谈恋爱吗，孩子？那你是想让他去还是不想让他去啊？我不想让他去啊，因那你为他已直接说经答应不就行我了呀。吗？猜来猜去的干嘛？这恋爱谈的跟捉迷藏似的。第二次他那个女同事过生日，就给人家送了个生日蛋糕啊。那我过生日也就给我送了个蛋糕。这个想说明什么？我愚钝啊。说明我跟他女同事的待遇是一样的呀。怎么回事？两个人送的是一个蛋糕吗？不是送的是一个蛋糕，因为那天的话就是公司同事，我看其他人都给他送礼物了，我就想要不然我就买个小蛋糕吧，就买了个小蛋糕，然后我就给他说了一声，他就说啊，那你就去啊。其实有很多人，有很多男的，只有1、2个女的就那样子，他就以为是我单独给那个女的过生日去了，然后后面每次都是这样，一回到家，他就不说话，然后我安慰他几句，我给他说几声对不起，然后他就不讲话了。到后面，他开始吵吵闹闹的，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因为我感觉我自己也没做错什么呀，他为什么要那个样子？他还自己跑出去喝酒。我6点多出的门，8点多就到家，他是大晚上的跑出去，然后1、2点了，他一个女的喝成那个样子，在家吐1晚上。哎呀，这日子过的呀，这恋爱谈的呀，行吧，我想这个女生所谓的这个冷暴力和不关心，我就听到这儿了，好吧？男生说消费观吧，消费观怎么不一样？因为我从小呢，家里边就让我稍微节俭一点。他呢，双11的时候就是买了1、2万块钱的东西，过生日他也买了很贵的包，我就觉得这个和他的收入是不成正比的。我双11买那么多东西，又不是给我一个人买了，我不是给你也买了吗？不是给家里面也买了吗？还有我过生日我买个包，花的是我自己的钱。但是你也得留点积蓄吧，你也得为未来考虑一下吧。你有积蓄吗？不是，我有没有积蓄？钱我花到正点子上了。你花到哪个正点上了？那我平时吃饭啊，我们我没钱吃饭了吗？我没说你没钱吃饭，那你得省一点，你把钱全都买那些东西，你就不能随便买个便宜点的吗？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哎，我也不知道怎么接了啊！我问一句啊，你们俩这钱伙在一起吗？还是各花各的？各挣各的，各花各的，但是有时候又是一起用。谁挣的稍微多一点啊？我。行，这问题咱们翻篇啊，消费观的问题没法聊了这事儿。说未来吧，男生说见了你父母，你没见他父母。对对对，我不光是没有见他父母，他父母的话连我们2个在一块儿谈的这件事情都不知道，但是他已经见过我爸妈都几次了。就有些时候这个东西我感觉就很尴尬。你想说明什么呀？因为一段感情嘛，2个人在经营的话，如果想要长期走下去，那肯定要让彼此的爸妈都清楚一点吧。我也不是不告诉我爸妈呀，我爸这次来成都，我让你去见他，你不是不去吗？我当时在甘肃那边的时候，那不是我当时准备好了，你没让我去，然后你爸这突然来了，你又让我去，他妈就经常给他介绍对象，还有他阿姨啊那些人，我感觉看着就很烦。我不是都没有理吗？我不是都拒绝了吗？那你拒绝了，你也没有拿出点实际的行动啊。咱俩一个是南方的，一个是北方的，我每次都在问你，你现在是跟着我到成都来发展了，那你以后呢？你以后是要继续留在成都跟我一起，还是要回你的家那边去？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觉得我不太能给我父母讲。那你要这么说，那我跟我爸妈都是怎么争吵的？就因为你这个事情。其实我跟你去成都不是他们预想的那条路啊，我跟你去成都，我也是跟他们吵了好几次。但是我是想跟你在成都好好待着，我也是在尽力做一些事情。我插一句嘴行吗？因为读男生资料的时候说的是四川，但是男生说好像西北口音很重，你到底是哪儿人啊？对，我是四川人啊，但是我从小的话就是在甘肃那边。哦，那你指的到成都去是指什么呀？我指的到成都是因为
他本身就是很喜欢成都嘛，因为他家也是四川的啊，他打算在成都发展，然后他就希望我跟他一块过去啊。啊，那你本来是在什么地方的？我本来是在甘肃那边。你现在是追随女方去了成都工作，是这个意思吗？对对对，是这个意思。这就听明白了，这不是跟你去了吗？还问什么呀？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一直待在这儿呀？我不知道他突然哪一天就跟我说他要回去了，那我怎么办呀？家里边还有你这两边把我逼得我真的有些时候都不知道怎么。你家里人想让你去哪儿啊？我家里人他们在那边有一点自己的事情做，在甘肃啊？对对对。啊。本来我家里是希望我留在那边做自己家的事嘛，然后我就考虑到他这边，然后就跟着他过来了。他后面就隔三差五的就问我啊，你以后会不会在成都安家呀？你们到了那个阶段了吗？没有吧？对啊，那你老逼着人家说你未来在哪儿干嘛？这姑娘也是见过他父母吗？见过。见过几回啊？2回。哎，你父母对他印象好吗？我父母其实他也就看不惯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两个在家里边的时候还是稍微有点懒。你们俩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俩一直因为一些事情，我在吵，他在沉默，然后这些事情就永远都解决不了。那你们俩讨论过分手这个话题吗？分不掉呀。是谁不愿意分啊？都不愿意。那没听到你们这个情感里面有什么特别让人向往的部分啊？其实我这边的话，很多小事，虽然说就是他在那吵，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不是要到什么地步，一段感情可以分，在你们的印象当中？就是比如说我出轨或者他出轨，这在我眼里算是大事。然后他那边的话，总是因为一些小事一直跟我吵，我竟然确实也是鼓起勇气了说这些话。我又不会对你怎么样啊！你平时倒是不说。不是你喜欢他什么呀，姑娘？长帅啊。那你喜欢他什么呀？其实对我还是挺不错的。那你打个游戏都不敢告诉人家？他就是不说呀。对吧？他为什么不说？我就问男生嘛，为什么不说呢？我就跟他交流过这个事情，我说我也没有经常去上网，只是偶尔去一下，就是能不能给我一点自己的时间？他说可以。然后去了可能有2、3次吧，然后给他说了，他还是生气了，所以说后面我就索性就不告诉他了呀。所以女生你注意到没有？就男生用了一个词挺准确的，就我在爱情生活当中，我需要自己的时间。我挺给他自己的时间的呀，我只是想让他在他失联之前跟我讲一声啊，他干他自己的事情都行啊。他不这么认为啊，就像他认为你们的感情还没什么大事儿呢，他都小吵小闹呢，其实在你心里可能这个事儿已经很大了吧。所以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先说第一点，你们无法沟通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会无法沟通呢？男生觉得跟女生说话话不投机半句多，然后女生觉得我自己说了那么多你也不听我的，因为你们一直就处在一种各执己见的状态当中啊，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不愿意为了彼此去放下一些自己的执念，愿意为了彼此我稍微的站在你的角度考虑一下。打游戏这件事情，女生觉得我没有限制你的自由啊，可是你表情上你的状态上你表达出来的语气话语，你就是在限制他的自由。你去吧，去玩吧。那你觉得他能高兴或者说安心的去玩吗？如果你换一种说话语气，好，我在家等你好好玩，然后记得给我回复一个电话或者回复一条信息。当你换一种交流的方式和语气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就会在开始一局游戏之前想着，哎呦，出来玩游戏了，我得告诉他一声。那男生也一样，如果你站在女生的角度想一想，你游戏开始的那1分钟那1秒钟，你就晚进去那一下，给他发一条语音，1秒钟我开这一局了，他就会心里安心踏实。所以你们两个人现在状态就是谁都不愿意先迈出这一步嘛。那女生更明显一点的是什么？你一定要在这段感情当中占主导位置，你的控制欲和占有欲非常的强。我一直在说，女生不要潜意识里面一进入一段恋爱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是他的全世界，我一定是他的中心，然后就会自动的把自己的生活也变成了全部是这一个男人，全部是这一段感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定会在这段感情当中受伤害。
因为你用心的去想，你怎么可能是他的全世界？一定不可能，他也不可能是你的全世界。当你如果生活当中充斥的只有他的时候，你每天可能关心的事儿就那么一点儿。最后，我想跟女生说一句话是什么？不是爱人不可爱，可能是因为爱人没有按照你想要让他爱你的方式来爱你。所以，如果想要做公主的话，请先扔掉你的公主病，然后再去想怎么让全世界都能照耀我。感觉到你们俩现在虽然貌似是在一起，但是心并没有完全的贴在一起。其实他不太懂你的，而他给你的感觉是说，他其实随时可以走，因为他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即使你愿意说把自己的女朋友介绍给自己的父母，貌似意味着说今后我们是可以走在一起的，但是女孩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她母亲还在给她介绍对象，好像她也的确是没去，但始终留了一条后路。包括在一些消费观上呢，其实你是不认同的。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大手大脚，但女孩很快说这是我自己钱哦，啊，我这一年就过一次生日，买一次包怎么了？种种的观念的不合适，导致男生啊内心里特别不服气，但外在呢很无力，无法说动你，甚至于我自己去打一打游戏，你都不乐意。虽然女生是说你告诉我你就可以去，但你也知道，你告诉他，他不痛快，你也不痛快，所以呢，就发生了所谓的冷战。通常冷战的发起者是在这段感情当中处于弱势的那一方，但是恰恰弱势这一方呢，内心其实很固执，不认同你的事情很多，但是他又无法说服你。好，那我就惩罚你。冷战其实有另外一个名词叫沉默的惩罚者，他就是在打击你。这种其实对感情的伤害是最为严重的。但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女生呢又不太确定未来是否能跟你在一起，因为你这种冷暴力的确是伤到她了，所以说她就不敢把你介绍给自己的父母。女孩呢又试图能够掌控你们之间的感情，所以在这段感情当中这么发展下去一定是无疾而终。而男生呢，有些话其实是必须要说的，不说你的心里是难受的，不说对方是不能理解的。冷战是最伤两个人的感情的事情，千万不要冷战。就这样。好，谢谢学生。看起来是女生步步紧逼，似乎热度比男生要高。男生呢会用沉默来回应和你之间的冲突，这是表面看起来的，会让人觉得，哎，是不是女孩子多喜欢男生一些？而这个男孩在处理感情时候没有那么在意，甚至说会女生生病了都忘了。但以我看来，女生的步步紧逼是因为自己的不确定。你没有告诉父母，不是因为说他的将来能不能在成都和你共同生活，是因为你心里确实对这个男人没有认定，所以你把这种压力转嫁在他身上，用步步紧逼的方式想要去证明这个男人是不是听我的，是不是愿意按照我的意愿去做，是不是能够达成我的要求，是不是值得我爱。其实在这段感情中不笃定的是你。男生我觉得你用的方式不好，你用了这种回避去解决冲突，这是你笨的地方。但我倒是认为在这段感情当中，你相对来讲是认定的，所以你会把他带回家里去。你们之间的关系我看起来是比较拧巴的，一面似乎冷但实际确认，一面似乎热但实际内心是迷茫的。这样一段感情，再加上你们两个不同的性格，时时处处的拧巴，我建议你们各退一步，去冷静思考一下，对面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适合我，能够让我们共同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承担生活的风雨，去承担双方家长对我们的期许。你们再去冷静的思考一下吧，这是我的建议，谢谢。当一个男人开始唯唯诺诺的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处于一种危险当中，因为他的心在渐渐的收缩，在关紧，不再向你打开，他渐渐的内心的话不太想跟你说了。当隐藏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也就只剩下盛气凌人了。所以聪明的女人基本上不会这么干。不要因为自己面前的这个男人处处都怕自己，你就得意了，而恰恰相反。当你们长期处于一种这种状态的时候，第三者就很容易介入。如果此时此刻在男生面前出现一个比你更温柔、更善解人意，不会用这种口吻去跟他说话，而是处处能够体现他的一种自尊的感觉，他会选择另外一个女人，你信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的性格能温柔一点该多好？而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一旦固化下来，人有的时候会渐渐适应，但是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又容易在沉默之中爆发。所以不要自以为聪明，感觉处处凌人。其实他是否真正的能够留在成都，真的那么重要吗？你真正不确定的是这个吗？我认为不是。你对于将来你们两个人的生活，你们两人的婚姻，并没有一种清晰的认知，所以你才会显得如此的烦躁。你好好的想想清楚，这个男人在你心目当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他是不是你想要继续处下去的对象，还是你已经管束成性？不妨直白的告诉我，不要用一种类似于傲慢、轻佻的口吻来对待他，否则的话，总有一天他把梯子一抽，你就会摔得很惨。男生也是一样，清晰的告诉他，我不喜欢你这样，我不再想听到那些所谓相亲的消息，因为我觉得这对我不公平，好吗？对不对？好，谢谢涂老师。现在发现谈恋爱真是，这也大概是一种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在恋爱之中，好像总有一方看起来在委曲求全。你可以判断不清楚我是不是适合他，他是不是适合我，这都没关系，那是需要人生阅历和经历来判断。但是有一点可以判断得很清楚啊，喜不喜欢、爱不爱是清楚的呀。真觉得不合适，坦诚地说出来，我们是不合适的，分开。真觉得合适，就再谈谈，也别那么急，多放松啊。希望我们两个真的能对待这些事情可以明确一点，不会说是我也不明确，你也不明确，有时候真的心很累。真的，我感觉有些小事我和你都没有做错，为什么就闹得很大？所以说有些事我不想回答你那些问题。如果我们两个人就是要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再争吵了，大家都珍惜一下这段感情。就是我也会尽量改一下，有什么事我们两个多沟通就好了。梦里挂念的又是谁？有谁会在乎我多？好，时间到啊！来，两位打开你们爱的记忆箱，看看箱里藏的是什么。来吧。男生在记忆箱里放的是一个打火机，是为什么呀？他送给我的礼物。我平时的话，不管是工作还是和朋友出去玩，我都会把它放身上。其实每次跟他吵架，吵完以后，我都会拿起这个打火机。其实我就会想到他，其实感觉还是希望我们两个不要一直在争吵。因为这样的话会让我们心的距离越来越远吧。这是要把定情之物还回去啊，既是一种这个警告，可能还有一些期许在里头。女生的那个箱子里放的是什么？男生给我们看一下。是一块表。这表是那个表是我一直戴着的表。我放那个手表呢，就是想告诉他，那些我找不到他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跟他冷战，我难受的时候，我希望他能感同身受，知道那个时候我有多难受，我数着时间1分1秒，我一个人有多难熬。谢谢两位的分享，来，请回吧。来，请关门。来看看这对年轻人的选择，请开门。
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已经在将爱一点点烧进来。是吗？快乐像海，走开了。关键字是爱，对了就很快。觉得打打闹闹才是恋爱是吧？这就算吵闹的最高境界了。你们下一步可怎么办啊？好好聊聊吧，以后。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两位小朋友。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希望我们两个以后就好好的吧，我们两个人也不要再因为小事争吵啊，这样越吵我们心里边隔阂越严重。我就真的不知道能坚持到哪一天了，真的希望我们俩能好好的。你爱不爱我？我爱你啊！我也爱你。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你有着美丽的嘴唇，拥有最动人的眼。请亮灯啊！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啊。本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这么来的：男生还要说一大堆东西，女生问了一句说：“你爱不爱我？”男人说：“我爱你。”女生说：“那我也爱你。”这好像是一个条件问句，因为你爱我，所以我爱你。我的第一反应是说，爱怎么可以当条件来交换呢？但是后来沉下心来一想的话，你仔细想，其实一段美好的爱一定是有爱的互动的，因为你爱我，我也爱你，所以我们才能往前走。如果一段爱情当中只有一个人玩命的去爱，另外一个人只是默默的感受，我相信这段爱情也不会长久。所以听大概是这个世界上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看来，尤其是恋人之间，如果你能够学会倾听，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听，是真的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对一段情感是特别重要的。有网友提问：我比较粘人，可他对我总是不冷不热，时好时坏，让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我想跟他分手，他又不同意，我不知道我们的感情要怎么继续下去。要知道，安全感可不是靠无时不刻的陪伴来获得的。你既然都有说分手的勇气，为什么没有保持距离的勇敢呢？你要记住，情侣之间要给彼此一定的空间，你要利用好这个空间来把自己塑造得更加的优秀。而当你变得更加优秀的时候，你的安全感就会越来越强。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